你敢动我护照？我怒视着婆婆，手机上银行 App 界面闪烁着冻结成功的提示。客厅里一片死寂，只剩下孩子无辜的哭声。婆婆惊愕的脸色从苍白到铁青，老公站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我的声音冷静到可怕：是你逼我的，要么现在把护照还给我，要么从今天起你们一家人自己想办法生活。这个本该美好的全家旅行，在异国他乡变成了一场荒诞的家庭战争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前，我是个热爱旅行的自由灵魂。毕业后，在跨国企业做市场总监，收入可观，每年都会抽时间去不同国家旅行。那年夏天，我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了李明，他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，稳重踏实，和我的性格形成了奇妙的互补。恋爱1年后，我们结婚了。婚前，我对李明说得很清楚，我热爱我的工作，也热爱旅行，这2点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李明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，甚至承诺以后可以一起环游世界。婚后的前2年，一切都很美好。我们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，2人都专注于事业，偶尔会一起短途旅行。问题开始于我怀孕后。李明的母亲张兰，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式婆婆，坚持要搬来和我们同住照顾我。儿媳妇怀孕了，哪能像以前那样到处跑，现在要以孩子为重，这是张兰常挂在嘴边的话。起初我以为只是关心，直到孩子出生后，我才发现这只是开始。产后我本打算休完假就回公司，张兰却不断暗示我应该辞职在家带孩子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只知道赚钱，孩子不是用钱能养大的。每当我提及工作，他就会这样说，然后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。李明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一方面他理解我想回归职场的心情，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愿。这种拖延战术持续了几个月。我的产假结束，公司也开始催促我回去，要不再休半年无薪假，孩子还小。李明小心翼翼地建议，不行，我已经和公司说好了，下周1就回去。我态度坚决。张兰听到后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你忍心丢给别人带？妈，我们请了专业的月嫂，而且您不是也在家吗？我试图安抚他，我年纪大了，带不了孩子，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不负责，将来长大了怎么教育他？张兰的话像刀子一样戳向我的软肋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李明大吵了一架。你当初说支持我工作的，现在呢，让我放弃我所有的追求，只做一个全职妈妈。我没那个意思，只是孩子还小。李明支支吾吾的辩解，你要么现在就表态支持我回去工作，要么我带孩子搬出去住。我最终下了最后通牒，李明被迫站在我这边，但张兰却从此对我冷眼相待。每天我上班回来，他总会挑出各种问题。孩子今天发烧了，尿布没换及时起疹子了，奶粉过期了，都没人发现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工作、家庭、婆媳关系，我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每一部分。直到去年，公司提出要派我出国参加为期2周的培训，这成为了引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2周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张兰一听我要出国，立刻反对。孩子才3岁，离不开妈妈那么久。妈，这次培训对琳琳的晋升很重要。李明难得替我说话，就2周时间，
您和我一起照顾孩子就行了。你们年轻人只知道工作工作。张兰冷笑，孩子不是用钱堆出来的。再说了，我照顾一个不怎么亲我的孙子已经够累的了，你还想让我24小时带孩子？我强忍怒火，阿姨，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会请保姆来帮忙，您只需要像平时一样就好。保姆？外人能照顾好自己的孙子吗？张兰翻了个白眼，你就这么放心把孩子交给外人？李明看出我的不悦，赶紧打圆场，妈，琳琳工作忙也是为了这个家，您别这样说她。我怎么说她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张兰提高了音量，当初我就反对你娶这么个工作狂，现在好了，连孩子都不顾了，够了。我终于忍不住，这次培训我必须去，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职业发展。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帮忙照看孩子，那我就把他送去我父母那边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兰，她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，好啊，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把孩子送你父母那，是不是以后也打算让他跟你姓？妈！李明厉声制止，您别这样。晚上，李明来安抚我，琳琳，我妈就是嘴上说说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次培训你一定要去，家里有我呢。就这样，在李明的支持下，我踏上了去英国的培训之旅。2周的时间过得飞快，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也结交了不少行业内的朋友。回国前一天，我接到李明的电话，说公司突然安排他去上海出差3天，问我能不能提前回来。我实在走不开，我解释道，明天就是结业考试，后天才能回去，那我只能让我妈一个人带孩子了。李明犹豫了一下，你知道的，他年纪大了。我心里有些不安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好吧，我会尽快回来的，你跟妈说一声，就说我后天就到家了。谁知道这个决定竟成了后来一系列灾难的开始。第2天考试结束后，我立即订了最早的航班回国。一路上我都心神不宁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当我拖着行李箱打开家门时，看到的场景让我惊呆了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孩子的玩具散落一地。张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而我3岁的儿子小北正一个人在角落里无声地啜泣。小北，我丢下行李箱，冲过去抱起儿子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小北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。妈妈，我想妈妈。我检查了一下孩子，发现他的尿不湿已经湿透了，小屁股都红肿起疹子。转头看向张兰，我忍不住质问，阿姨，孩子的尿不湿多久没换了？张兰头也不抬，刚换过不久。他爱哭，从你走后就没消停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抱着孩子去卫生间清洗，给小北换好干净的衣服后，我又去厨房准备晚餐。打开冰箱，里面除了几瓶啤酒和速冻食品，几乎没有新鲜蔬菜。这2周你们都吃什么？我问道。外卖呗。张兰漫不经心地回答。我一个老太太，哪有精力做饭？看着儿子瘦了1圈的小脸，我的心揪成一团。那晚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小北吃得津津有味，张兰却只是挑剔地尝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不合胃口。她撇撇嘴，还是我们老家的口味好。我不想在孩子面前起冲突，只好忍下这口气。等小北睡着后，我拨通了李明的电话，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。琳琳，我妈年纪大了，带孩子确实有点吃力。李明的语气里带着歉意。我明天就回来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以后的安排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熟睡中的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。李明回来后，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家庭安排的问题。
我提出几个方案，要么请全职保姆，要么让婆婆回老家自己住，要么我和李明带着孩子搬出去。请保姆太浪费钱了。张兰立即反对，再说了，现在的保姆哪有靠谱的？那您回老家住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张兰脸色一变，你这是在赶我走？我辛辛苦苦带了你们的孩子3年，现在嫌我碍事了？妈，琳琳不是这个意思。李明连忙打圆场，咱们就是商量一下最合适的安排。争论持续了几天，最终我们妥协了，继续维持现状，但会请一个钟点工每天来帮忙做饭打扫。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我能感觉到张兰对我的敌意与日俱增。她经常在李明面前说我工作太忙，不照顾家庭，又在我面前抱怨李明不孝顺，让他一个老人家操心孙子。就在这种紧张氛围中，公司通知我，今年的团建活动定在了泰国普吉岛，为期1周，可以带家属。我想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出去散散心，改善一下关系。泰国，李明听到我的提议，眼睛一亮，好啊，我们很久没一起出去玩了，还能带家属，不如咱们把妈和小北也带上。我提议道，就当是个家庭旅行。李明有些惊讶，你真这么想？我点点头，也许换个环境，大家的心情都会好一些。当晚，李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母亲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张兰居然很快就同意了。去泰国好啊，她笑眯眯地说，听说那边水果特别好吃，我正想去尝尝呢。看到婆婆难得的好心情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这次旅行真的能改善我们的关系。直到出发前1周，我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琳琳，我妈说她想在泰国多待几天。李明小心翼翼地对我说，她想去清迈，说那边有个朋友。我皱起眉头，可我们只有1周假期，再说孩子也要上幼儿园。是这样的，李明吞吞吐吐，我妈建议你先回来上班，我带着小北陪他再玩几天。什么？我难以置信，你们是计划好的吗？这不是临时起意吧？李明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妈说她年纪大了，可能没多少机会出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那你们打算多玩几天？大概在1周。我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转身走开。这个所谓的家庭旅行显然已经变了味道，但为了家庭和谐，我决定先忍一忍，等旅行结束后再好好谈一谈。出发那天，我们一家4口乘坐公司安排的包机飞往普吉岛。一路上，张兰难得地对我态度和善，甚至主动帮我照看小北。我暗自庆幸，也许这次旅行真的能改变些什么。到达普吉岛后，前3天的行程非常愉快。白天我们在海滩玩耍，晚上参加公司组织的活动。小北特别喜欢海边的阳光和沙滩，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张兰也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对我挑剔，甚至会在公共场合夸我工作能力强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第4天早上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护照了。奇怪，我明明放在行李箱夹层的。我翻遍了所有可能放护照的地方，却一无所获。酒店房间并不大，李明和小北也帮我一起找，可护照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会不会是昨天在沙滩上掉的？李明提议，不可能，我从没把护照带出酒店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昨晚妈来我们房间借充电器时，在这里待了挺久的。李明皱眉，你该不会怀疑我妈拿了你的护照吧？我没回答，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张兰的房间电话。
等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人接听：“妈，我护照不见了，您看到了吗？”我直截了当地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张兰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护照没见到啊，你找仔细了吗？”“找过了。”我压抑着怒气：“昨晚您来我房间时，有没有看到放在桌上的护照？我可没注意那些。”张兰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：“你别冤枉人啊！”挂了电话，我对李明说：“我去你妈房间看看。”李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我一起去了。敲了好几下门，张兰才慢悠悠地来开门：“妈，琳琳的护照真的很重要。”李明先开口：“您要是看到了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”张兰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：“我真没看到，你们别来烦我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床头柜的抽屉虚掩着，隐约能看到一个蓝色的边角，那正是我的护照颜色。在那里，我冲过去拉开抽屉，果然看到我的护照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。张兰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：“你怎么随便翻我的东西？”“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李明震惊地问。“为什么琳琳的护照会在您这里？”张兰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终于说出了实话：“我就是想让琳琳留下来多陪陪小北。你看她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孩子都没时间陪，好不容易出来玩几天，所以您偷我的护照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为了强迫我留在这里。你着什么急？”张兰突然变得理直气壮：“不就是护照吗？反正公司不是说可以带家属吗？你回去上班，我和小明带着孩子在这多玩几天，有什么不好？”“妈！”李明厉声打断：“您这样做太过分了。琳琳的工作很重要，她必须按时回去。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？”张兰不依不饶：“我看她就是不想照顾孩子，借口工作忙，逃避责任。”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，3年来积攒的委屈和不满在这一刻爆发了。“好，既然您这么说，我就告诉您。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我不仅要按时回去上班，从今天起，我也不会再出1分钱给这个家。”说完，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操作银行卡，将我的工资卡和所有家庭共用账户全部冻结。“你干什么？”李明惊慌地问。“我干什么？你妈偷我护照，还说我逃避责任。”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：“从现在起，家里的开销全部由你来负责，我的钱1分都别想再用。”张兰脸色大变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”“一家人？”我冷笑：“一家人会偷对方的护照吗？会强迫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吗？”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李明站在我和他母亲之间，不知所措。小北被我们的争吵吓坏了，躲在角落里小声啜泣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突然感到无比疲惫。我拿起护照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回到自己房间，我开始收拾行李。李明跟了进来，脸上带着歉意和无奈：“琳琳，我代我妈向你道歉。”他低声说：“她年纪大了，做事不考虑后果。她不是年纪大了，她是故意的。”我头也不抬地继续收拾。3年了，李明，3年了，我忍受他的挑剔和指责，为了这个家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不信任，是偷护照这种卑劣的行为。李明试图抓住我的手：“我知道你委屈，但冻结银行卡太冲动了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：“冲动？你妈偷我护照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她冲动？但这样会影响家里的正常开销。你是担心家里开销，还是担心你妈没钱花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这些年，我的工资几乎全部贴补家用，你妈的退休金和你的收入加起来，养活你们自己绰绰有余。”
李明沉默了，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在公司的晋升，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。家里大部分开销，包括张兰的旅游费用和购物消费，都是由我来支付的。妈妈，小北怯生生地走过来，拉着我的衣角，你别生气了。看到孩子无辜的眼神，我的心软了下来。我蹲下身，抱住小北，宝贝，妈妈不是生你的气，妈妈只是有点难过。奶奶说你不要我们了。小北小声说道。我震惊地看向李明，你妈对孩子说什么了？李明也一脸惊讶。我不知道，妈最近确实经常和小北单独说话。够了，我站起身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婆媳矛盾了，她在试图离间我和孩子的关系。李明，你必须做出选择了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，张兰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不甘和愤怒。你把卡解冻了没有？他劈头就问。没有，也不会解冻。我冷静地回答，除非你向我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我的工作和生活。道歉？张兰冷笑。我养大了小明，又帮你们带了3年孩子，现在反倒要我给你道歉？妈，您确实做错了。李明终于开口，偷护照这种事怎么能做呢？我是为了谁？不还是为了这个家吗？张兰转向我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孩子都没时间陪，现在难得出来玩几天，就不能多陪陪孩子吗？我时间再忙，也没有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强迫别人。我反击道，如果您真的为了这个家，就应该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选择和工作。尊重？你尊重过我这个老人家吗？张兰声音提高。从你进门那天起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回事了？李明连忙打圆场。妈，琳琳，你们别吵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不再纠缠。我转向李明，我今天就回国，你自己决定是跟我一起回去，还是留在这里陪你妈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尊重，但我的银行卡不会解冻，除非他真心道歉。说完，我抱起小北，继续收拾行李。张兰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晴不定。最终，她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。李明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陪你回去吧。”当天下午，我们一家3口提前结束了旅行，乘坐最早的航班回国。张兰固执地留在了泰国，说要去清迈找她的朋友。回国后，李明立刻安排人接他回来，但关系已经无法修复。我坚持不解冻银行卡，张兰则拒绝向我道歉。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仿佛开启了冷战模式。我专注于工作和照顾小北，张兰则整日闷在房间里看电视，偶尔出来也是阴阳怪气的抱怨这抱怨那。李明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第3天晚上，李明带着一脸疲惫回到家，告诉我他母亲要搬回老家住。他说受不了这里的气氛，想回老家清静清静。李明叹了口气，随他吧。我淡淡地说，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。李明欲言又止。那你的银行卡？还是那句话，除非他真心道歉，否则我不会解冻。我态度坚决。第2天，李明请了假，准备送他母亲回老家。临行前，张兰突然叫住了我，琳琳。她的语气出乎意料的平静。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我点点头，跟他走进了客房。关上门后，张兰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她低声说，不该拿你的护照，但你要理解，我这是心疼孙子。阿姨，我打断她，心疼孙子不是做错事的借口。你如果真的为孩子着想，就应该尊重他父母的决定。我承认我过分了。张兰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你冻结银行卡也太不给我面子了。我冻结的是我自己的工资卡，
我解释道，不是为了不给您面子，而是为了捍卫我自己的尊严。张兰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，你真那么喜欢工作吗？比照顾家庭还重要？对我，工作和家庭同样重要。我认真地说，我需要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，也需要家庭给我爱和支持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我年轻时不一样，张兰缓缓说道，那时候女人结婚生子后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我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一心一意照顾家庭。我第一次听她提起自己的过去，不由得认真倾听，我以为那是对的选择。她继续说，可等孩子长大了，我却发现自己除了家务什么都不会了。你外公去世后，我没有收入来源，只能靠小明养活，那种感觉很无助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，所以您才那么反对我工作，因为您怕我重蹈您的覆辙。张兰摇摇头，不，恰恰相反，我是嫉妒你，嫉妒你有自己的事业，有经济独立，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他的坦白让我震惊不已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传统思想作祟，没想到背后竟是这样复杂的心理。阿姨，我不知道，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现在你知道了。张兰擦了擦眼角，我很抱歉拿了你的护照，那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听到他真诚的道歉，我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解除了银行卡的冻结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张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不过我还是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，我们都需要一些空间。我点点头，您随时都可以回来看小北。送走张兰后，李明感激地抱住了我。谢谢你原谅我吗？我没有原谅他，我纠正道，我只是理解了他。理解不代表接受他的行为，但这是我们重建关系的第一步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3口久违的一起吃了顿温馨的晚餐。小北开心地讲述着幼儿园的趣事，李明和我交换着会意的眼神。这种平静的家庭氛围是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的。张兰搬回老家已经3个月了，这段时间，我和李明经常带着小北去看他，关系逐渐缓和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张兰似乎真的变了，她不再干涉我的工作，也不再对我的教育方式指手画脚。上周末，我们又去老家看她。吃晚饭时，张兰突然对我说，琳琳，我报了个电脑班，学习怎么用智能手机和电脑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是啊，老了也得跟上时代。张兰笑着说，我还加入了社区的舞蹈队，每天早上跳广场舞，认识了不少新朋友。看着他焕发的精神状态，我感到一阵欣慰。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重心，不再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干涉我们的家庭上。回家路上，李明感慨道，妈变了很多，我都不敢相信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我说，关键是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，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和小北身上。李明握住我的手，谢谢你没有放弃这个家。我笑了笑，我从来没想过放弃，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被尊重，包括我自己。上周，公司又通知我要去新加坡参加为期1个月的项目。这次我直接告诉了李明和张兰。1个月，张兰微微皱眉，但很快又舒展开。没关系，有小明在家呢，我偶尔也可以过来帮忙带带小北。谢谢妈，我真诚地说。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白天小北在幼儿园，下午我请了钟点工照顾他，直到李明下班。你安排得很周到。张兰点点头。不过如果你们需要帮忙，随时可以叫我。看着他的笑容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今天早上，
我收拾行李准备出发，小北依依不舍地抱着我：“妈妈，你一定要早点回来，一定。”我亲吻她的额头：“妈妈每天都会视频电话和你说话，好吗？”李明帮我提着行李箱：“工作顺利，别太累。”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，竟是张兰提着一堆水果和点心站在门外。“听说你今天出发？”她微笑着说：“我来送你一程。”看着她真诚的笑容，我鼻子一酸，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：“谢谢您，妈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妈，而不是客套的阿姨。她显然也注意到了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。“去吧，好好工作。”她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家里有我们呢。”站在机场安检口，回望送行的三人，我突然明白，家庭不是牢笼，而是每个人都能自由飞翔的天空。尊重彼此的选择，理解彼此的需求，才能建立真正和谐的家庭关系。那次在泰国的冲突，表面上看是因为一本护照，实际上却是价值观的碰撞。而我通过冻结银行卡这个极端方式，最终让所有人都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。如今想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了。张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，不再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干涉我们上。李明学会了平衡妻子和母亲的关系，而我也明白了，坚持自我的也要理解他人的难处。人们常说婆媳关系是天生的矛盾，但我现在知道，只要彼此尊重，任何关系都能重建，不是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